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大白话中文，我是甜甜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杰。阿杰，明天就是周末了，你有什么计划吗？我的计划就是什么计划都没有，啊，这也算计划吗？当然算。我打算在家躺一整天，谁也别来打扰我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你每个周末都这样吗？差不多吧，睡到自然醒，然后窝在沙发上，什么也不干。天呐，那多无聊啊！周末不就是用来出去玩儿的吗？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不同。在我看来，周末就是用来回血的。回血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？现在年轻人都这么说，工作一周，人被掏空了，周末就是给自己充电回血。听起来你平时上班很累。何止是累，简直是被榨干。所以一到周末，我只想瘫着。瘫着？你是说像一滩泥一样？对，就是那种葛优躺，整个人陷进沙发里，动都不想动。我能想象那个画面，可是我完全相反，我一闲下来就难受。我太了解你了，你是那种一刻都坐不住的人，对呀，周末要是待在宿舍，我会觉得这一天白过了。所以你周末一般都安排的满满当当。那当然，约朋友吃饭、逛街、看电影，能排好几个。光是听你说，我就已经觉得累了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宅啊？我承认，我就是个标准的宅男。周末能不出门，我绝不出门。那你一个人待在家里，整天都干些什么呀？可干的事情多了，补觉、追剧、打游戏，再点个外卖，一天就过去了。你刚才说补觉，是不是平时睡得不够？何止不够，平时根本睡不饱，所以周末我要把欠的这餐补回来。你能睡到几点？运气好的话，能睡到中午12点。天呐，12点，那不是半天都没了吗？没了就没了，对我来说，睡懒觉就是最幸福的事。哈哈，可我要是睡到中午，会觉得特别浪费。你看，这又是我们的不同。你觉得浪费，我觉得享受。那你睡醒以后呢？总不能继续躺着吧？当然继续躺，醒了以后我就赖在床上刷手机，刷着刷着又困了。你这是把赖床玩明白了。这是一门艺术，你不懂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懂。那你中午吃什么？该不会一直饿着吧？饿了就点外卖啊，手机点一点，半小时就送到门口。你都不自己做饭的吗？周末才不想做饭，做饭还要洗碗，太麻烦了。也是，难得休息，谁想动手？所以外卖就是我的救星。一个人住，点外卖最方便。那你吃完外卖，下午又干嘛呢？追剧呗，我攒了好几部剧，就等周末一口气看完。哇，一口气看完，这就是刷剧吧？对，一集接一集，停都停不下来。我也喜欢刷剧，但我看一会儿就坐不住了，得出去走走。所以说你是 E 人，我是 I 人，根本不是一类人。哈哈，那倒是。不过你这样一天天宅着，不会闷吗？不会啊，我反而觉得特别放松，不用见人，不用说话，多好，你这个社交电量是真的低。低得可怜。所以周末对我来说，就是把电量充满的时候。那我跟你正好相反，我出去玩才是充电。我懂，你是那种越热闹越来劲的人。没错，上周末我跟室友一起去爬山，爽翻了。爬山，大热天的去爬山，你不嫌累啊？累是累，但是爬到山顶那一刻，特别有成就感。成就感我是没有，我只会满头大汗、气喘吁吁。你这体力，怕是爬到一半就要喊救命了。你别说，还真有可能。
所以爬山这种事我是绝对不碰的。那除了爬山，我们还去了一家网红咖啡店打卡。打卡这个词，你们年轻人是真的天天挂在嘴边。你不也是年轻人吗？说的好像你多大似的。我这不是老古董吗？跟你们的潮流有点脱节。你就别谦虚了，去网红店门口拍照发朋友圈，你不也会吗？偶尔吧，但我顶多拍一张就走，你们能在那儿摆拍半小时，对对对，你看你懂得挺多的嘛。耳濡目染，想不懂都难。你们办公室的小年轻天天挂在嘴边，所以你周末从来不出去探店吗？探店这种事跟我没什么关系，我连小区门口都懒得出。天哪，你这宅的程度已经超出我的想象了。习惯就好，我觉得在家比在外面舒服100倍。那如果朋友约你出去，你会去吗？看情况，如果是吃饭，我可能会去；如果是逛街，我一律拒绝。为什么逛街就不行？逛街太累了，走来走去，最后什么也没买，腿都断了。那是你不会逛街的乐趣，就在于一边走一边发现新东西。那种乐趣我体会不到，我买东西都是直接上网下单。也对，你这种人就是为网购而生的。没错，动动手指，东西就送上门，多省事。可是网购看不到实物，万一不合适怎么办？不合适就退货呗，现在退货也方便，门口一放就有人来取。你可真是把懒发挥到极致了。这不叫懒，这叫高效率。我把时间都省下来睡觉了。好吧，说不过你。对了，说回周末，你每个周末都这么折腾，不累吗？累呀，但是是那种开心的累。玩回来倒头就睡，第二天满血复活。满血复活这词用得好，看来玩也是一种休息。当然啦，每个人放松的方式不一样嘛。说得对，你靠出去玩放松，我靠待在家里放松。不过阿杰，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，你说，你们上班族周末真的能完全休息吗？我听说很多人周末还要加班。哎，你这个问题问到我痛处了。怎么了？难道你周末也要加班？不是每个周末，但碰上项目忙的时候，加班是家常便饭。家常便饭，那也太惨了吧！可不是吗？有时候周六一大早就被叫去公司，整个周末就废了。那你不是连补觉的时间都没有了？对啊，所以一忙起来，整个人状态都特别差。我作为学生真的很难想象，周末还要去公司，太可怕了。等你以后工作就懂了，这就是打工人的日常。打工人，哈哈，这个说法好心酸。心酸归心酸，大家还得自我安慰，互相喊一句“打工人加油”。那加班有加班费吗？总不能白干吧？看公司，有的给加班费，有的就给你调休。调休是什么意思？是换一天休息吗？对，周末加了班，平时给你补一天假，这就叫调休。那听起来也还行，至少能补回来。道理是这样，但平时补的假根本没有周末那种放松的感觉。为什么呀？休息不都一样吗？不一样，平时大家都在上班，就你一个人放假，朋友也约不到，挺孤单的。你这么一说，好像还真是。一个人放假没人陪，确实没意思。所以啊，调休听着美，实际上没那么香。那还有一种更过分的，我听说叫补班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为了凑长假，前后的周末要去上班，这就是补班。天哪，放个长假还要先还债，这也太亏了吧！所以每次放假前，大家嘴上喊着开心，心里都在叫苦。
原来上班族的快乐这么不容易。可不是吗？所以我才那么珍惜每一个能完整休息的周末，现在我有点理解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宅家了。是吧？平时累成那样，周末当然只想瘫着，哪还有力气出去？那像你这种，会不会到了周日晚上特别不想上班？你发誓说到我心坎里了。每到周日晚上，我就开始焦虑。这是不是就是大家说的周一综合症？差不多，一想到第二天又要早起挤地铁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挤地铁，光是想想就觉得累。在上海挤地铁，那场面你没见过，简直是被人推着走。被人推着走，这画面太生动了。所以周末一结束，那种失落感特别强烈。那有什么办法能缓解吗？我也在想办法。最近我试着周日晚上早点睡，第二天精神好一点。哇，你居然主动早睡了！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没办法，熬夜的代价太大了。第二天上班直接变成行尸走肉。行尸走肉，你形容的真贴切。这都是血泪教训。你们学生熬夜，第二天还能补，我们熬夜第二天得硬扛。说到熬夜，我有时候周末会报复性熬夜，你有过吗？报复性熬夜，我太有发言权了。那你说说，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态？就是白天被工作占满了，晚上不舍得睡，想多抓住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。对对对，我就是这种，明明很困，还是要刷手机刷到2、3点。结果呢，第二天起不来，又困又后悔。被你说中了，每次都发誓不熬了，每次都做不到。这就是恶性循环，明知道不好，就是改不了。那你觉得，到底怎样才算是会过周末呢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我觉得关键是让自己真正放松下来。放松下来，可是放松的方式每个人都不一样啊。对，所以没有标准答案。你出去玩开心，那就是会过周末。那你在家躺着开心，那也是会过周末。没错，我们都对。重点是别让自己更累。那倒是，有些人周末安排的太满，玩回来比上班还累。对，这就本末倒置了。休息变成了任务，那就没意义了。哈哈，休息变成任务，这话说的太对了。我见过有人周末连着赶3个场，从早到晚连轴转。那确实夸张。我虽然爱玩儿，但也没到那个地步。所以适度最重要，该动的时候动，该静的时候静。嗯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觉得我以后周末也可以留一点时间发发呆。对，给自己放空一下，什么也不想，挺好的，放空这个词我喜欢，听起来就很轻松。是吧？有时候什么都不做，反而是最好的休息。那我们俩要不要互相学习一下？你周末偶尔出去走走，我偶尔在家躺躺。这个提议不错，不过我估计你躺不到半天就受不了了。那你出门怕是走不到半小时就想回家。知我者，天天也。看来我们还是改不了。改不了就别改了，做自己最舒服。说得对，周末嘛，开心最重要。所以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，给大家总结一下吧。好呀，那我先说，今天我们聊了周末怎么过。有人爱出去玩儿，有人爱宅在家。还聊了上班族周末加班、调休、补班的辛苦。对，还有报复性熬夜和周一综合症，相信很多人都有同感。最关键的一点是，会过周末，就是让自己真正放松下来。没错，不管是出去玩儿还是宅在家，开心不累就是好周末。那么问题来了，
各位听众，你们的周末是怎么过的呢？是像阿杰一样宅家回血，还是像我一样到处跑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，说不定能给彼此一些新灵感。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听大白话中文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拜拜。